拨开迷雾，少走弯路，带你进入最 top 的收藏圈。大家好，我是翟建民。其实明代瓷器呢也是很广阔，青花、斗彩、五彩、干色釉，各式各类的品种应有尽有。我为什么要说头一件就说一个白的？其实白的呢，在永乐时候创烧之前也有白，但是那种白不通透，没有玉质感的那种味道。到了洪武呢，它的瓷器发展呢还没到那个程度。到了永乐，创烧了这种白，这种白美到什么程度，根本就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它。宫廷给它那个名字叫甜白，就是漂亮的程度达到了甜，就甜就包括了任何的一个甜啊，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用心的去想一下为什么叫甜。但是在今天，在内地，对于白瓷，除了德化窑不说，白瓷就是官窑也好，清代官窑也好，明代官窑也好，对于这个白瓷的认知还是很肤浅。德化窑不同，德化窑有福州人、福建人喜爱，所以把德化的白瓷呢回到它有应有的一个价值。那么我又为什么会懂甜白呢？这个也是我的亲身的经验。75年，我呢跟我师父呢就去尼泊尔。首先，我们就找到一个当地的一个西藏的贵族的后人，通过这个后人领我们挨家挨户去西藏人的家庭里边去看他们家里的藏品。西藏人他本身不会出中国的瓷器的嘛，但是为什么西藏人的家庭里边会有中国瓷器？那我们就又要追寻为什么，对不对？过去唐代文成公主就嫁到西藏去，所以西藏跟中国有不解之缘。明代、清代的宫廷也信奉佛教，经常请喇嘛到宫廷来诵经，特别是明永乐时候，永乐对于藏传佛教非常的崇拜，所以我们在市场经常会见到大明永乐莲师的六金铜佛、唐卡等等，那流传到现在就很多是铜的六金佛，都是大明永乐，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当时西藏跟明宫的宫廷有多么的频繁的来往。我们第一次在一个西藏人的家里发现这个杯，白杯一个，但是在阳光底下看到两条安克龙，中间4个字永乐莲制。当时我师父就抓着我的大腿抓破了，他不敢表露出来，只是要冷静了，别给对方知道激动了，是吧？人家是会抬价了嘛。一直捏了我的大腿，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万美金，很多钱。买了之后拿回酒店，哇，哪都不去了，关了门锁门啊，改机票，为什么？明天就回去了。对，这个高脚杯真的是薄如纸。脱普通话怎么说？脱胎。什么叫脱胎呢？脱胎的意思就是好像没胎，就是釉那么薄，而且还刻了2条龙，而且那个龙非常非常清晰，灯光下一照非常清晰。哎呀，我说喂，有那么重要吗？你傻瓜，这个就是真正的永乐甜白。还有款，小心呐哈，你千万要小心，还带了一个原装明代永乐时候的一个皮囊，
那个皮囊就是用在西藏做的，不是在宫廷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认识什么叫永乐天白，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好了，这个碗买到之后，哎呀，兴高采烈，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之后，请一些大藏家来看，白碗一杯，白碗一个，唔啱啊！并且呢，没有人会看。你说是永乐刻的款，我估计都是清仿的，唔係啦，不是啦，真的永乐的，没人懂，很平凡。这个知识啊，哎呦，1万块钱我们是借的，要还人家钱呢，怎么办呢？没办法，是不是砸在手里了啊？这个大藏家也不喜欢，这个大藏家也不懂，怎么办呢？等了大概有1年，我师父一个好朋友，英国的华侨，他是牛津大学的英文系的教授，是个中国北京去的，他也很爱这个瓷器，非常爱，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瓷痴啊。他看到这个杯，他说：“哎，我看真。”你看真没用啊！你都佢都冇水嘅，他没钱啊，他是个教授，穷教授，他没水怎么办？哎，他说我帮你拿去伦敦拍卖，因为香港书笔73年已经有了，我们给香港书笔看了，毙了。Julian Thomson 当时是朱汤森，他是主管，也是世界第一的，他就毙了，真的是死路一条了。那么，通过这位李教授，他说我帮你拿去伦敦给佳士得，当时佳士得没来香港，那没办法之下也要给他了，对不对？就交给这个李教授拿去伦敦了。隔了可能几个月之后上书了，定价多少钱呢？4万镑，这个杯4万镑，那我们也有赚呢，是吧？当时比如说算8万吧，1万美金算8万。啊，定4万镑也50万呢，对不对？对，就很高兴。然后呢，我跟我师父就特意飞过去伦敦啊，看看这个八杯到时候拍的怎么样。到了之后展出了，预展了，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买家上手这个杯，偷看呢，你不能老看呢，是吧？这远远的偷看有没有人关心那个八杯啊？因为是我们的东西啊，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人上手，我师父就发愁啊，哎呦，怎么办呢？拍不出去，还要给几千镑赎身呐，对不对？人家有什么佣金啊，什么照片费啊，什么这个费那个费，也几千镑，几千镑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钱啊。哎呀，头都腰破了。10点钟拍，终于等到那天10点钟拍。我们9点多，8点多就在佳士得门前等啊。9点钟看到仇彦之，当时仇彦之已经移民到瑞士了，所以他在欧洲，经常穿梭这个欧洲买东西的。我师父呢就拦住他，哎，仇先生，他进我们在门前就拦住他就是早上啊，仇先生。喂，想请问你一下，这个八杯真不真呐？想多点资料，给自己一种安慰呢。你知不知道仇彦之怎么回我们呢？你们想一下。不行的。不要买他看的，应该是他看上的。啊，这个东西不对啊，那他看到那肯定是不行的。全部都错，全部都没深度。哎呀，对不起啊，我还没看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了，是吧？大家哪天你要看中哪件东西，人家问你，喂，阿明你中唔中意啊？咁，哎，我没看呢，那边多了一个对手嘛，那就没答案了，等于白问。好了，终于
10点开拍，一直等啊等啊等，可能这个杯就是大概11点多就到了。有没有人举手啊？没有，全场没有人举手。喊到4万磅敲了，那到底卖了还没卖？零啊，我们不知道。当时我们拍卖的这种手法规矩，我们都知识很浅，也不会看这个拍卖官的眼神。你看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放空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一看他眼神我们就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有放的有假的，你知道吗？拍卖官也会作秀的。挑了4万磅，哎呦，一个人都没举过，那肯定流拍了，整个人散掉。我师傅坐我边上，我拍他一下，他的手啊比冰还冰。其实我自己都很紧张，因为我也是在师傅一条船里边，我也希望他们能卖。第一，挽回我师傅的名誉，对不对？第一，第二，几十万呐、很大的钱呐、你比例一下，70几年呐、70年代在内地打工才5块钱呢、可能8块、10块钱，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天的一个大的一个钱。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拍完了，我第一个就跑过去问拍卖官，我说那个拍卖官叫 James Spencer，James Spencer 很帅 ，James 卖了没有？啊，卖了。天大的喜事啊！卖了，我说 sure， 啊 yes， 砰跑去告诉我师傅卖了，哇！我师傅抱着我，好了，我就问拍卖官，问那个拍卖官，谁买的？他说这个不能告诉我。那么我说谁举手啊？没人举手啊。他说目前我不能跟你说。那么是不是 under reserve 就是不是有人暗标？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投标的，没有投标的。70几年的拍卖，在英国的拍卖是怎么样拍呢？拍卖官在这里，一个很长的桌，买家就坐在边上，然后到了那个号，员工就把那件器物拿出来，就从这里开始摇一个圈，大买家都围着这个桌，然后中的小的就在这样边上。没人举过。10年之后 ，James Spencer 退休，做了台湾红喜博物馆的馆长，他就脱离了这个圈子了嘛。我就问他，我说当时怎么样一个过程呢？他说仇燕芝做的第一行，他跟他已经协商好了，打开书的时候就买，就是这个杯，打开书的时候买。closed 就不买。哦，有这么一个。那么这个一个手法，那么这个杯，第一，仇燕芝买的，他是世界我们华人包括西方国家，他是顶尖的专家，再没有人会说这个杯是假的，是不是好事？我们又得到我们的回报，是不是啊？那所以填白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我们的故事，将来有机会我们在遇到填白的时候，就不要说白背一个了，知道吗？81年他的产品就开始到市场了，同样到了苏富比了，当时苏比 B 的，但是老外呢有一个好处，他看错了，他会道歉，会跟你坦白，啊，我这个观点错误，现在对你是 OK 的。他跟我们某些专家不同，某些专家他是承认明明是错了，他一定会顶到底，假的，或者是他说了真，其实这个是假的，他还是撑到底，他不承认自己错误。我们就不是，我们是错的也错，我们不是天上的神仙，一定会错，每个人都会错，错了要改就行了嘛，提醒自己就 OK 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在81年这个杯子出来了，
这几个字还是我写的，就学习嘛，对不对？那么卖的也不高，70不70这个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一个证明我们自己的眼光，对不对？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学术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几十年前就明白白是什么东西。如果说这个永乐高祖碗从最开始的惊喜遇见，到后来的不被认同、坎坷曲折、虚惊一场，但最终还是欢喜收场。事隔23年后，同样也是永乐的甜白，可这个梅瓶却没那么幸运了，因为当你觉得是机会的时候，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何做到淡定从容，以不变应万变呢？这个是2008年金融风暴头一天，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是震动整个全球的一个大的新闻。我高兴啊，因为我们不搞金融嘛。高兴什么呢？哇，那么大的一个事情，肯定会影响今天下午拍卖，一定会影响买家的心情。赶紧的翻书，看看多买几件。我挑了25件，本来想参与的就10来件，那么有这种情况也是入手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到了下午，我买了几件呢？30多，还有呢，100买不了那么多，我喜欢也不会喜欢那么多，对吧？就买了一件，就是这件，而且这件还要破世界纪录价钱。刚刚相反，大家都跟我一样，去买多一点吧。坐我边上一个老外，我没见过他，因为我经常进出拍卖公司嘛，经常都会碰到，这都是熟人呐，哪里来的啊？刚刚坐我边上有个老外，差不多的东西都举，反正3、5万、1、2万、几千也买，10万、8万也买，他是真的买了几十件。我说你喜欢吗 ？I don't know， 这个 I don't know 真的是来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问号。我问他，我说，You don't know， 但是你买那么多，你举了不少。他说今天他的太太 push him， 推他来拍卖行，让他随便发挥，买10万、20万、30万美金，你买吧这样子。为什么？他说 stock market 死了，08年的那个房地产，美国也垮。他说我们在这些现金、这些多余的钱怎么办？买艺术品最好了。那真人真事，一点儿没夸张。希望大家记住我这句话。他说 Today is a good day， 他跟我说的，因为他也是这样想法，我也是这样想法，其他人也是这样想法，结果我就被打得一塌糊涂。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最漂亮的一只，最美的一只。北京故宫有一只，台北故宫也有一只，但是相对都是小一点的。我们这个呢是大一点的，纹饰非常漂亮，还有刻那个莲花的。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什么经济危机也好，遇到什么风风雨雨也好，淡定2个字。97刚好遇到苏比拍卖，香港的97，也是金融危机嘛，一天跌1700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天跌1700点，很厉害。当时才几千点呢，3、4千点的恒生指数，跌得那么厉害，等于整个香港黑天一片。我香港一位藏家也是赶紧的去苏比帮我扫，我说你都亏了那么多，我亏了这个股票那么多，但古董我要赚回来，帮我买。我那一次真的是扫场，40多件，包场全部就几万、10来万就买到几万、10万，全场这个整个苏比现场的人就30、40个，我估计有一半是本土，看热闹，买家最大的一个，扫了40多件，
那事实证明，2年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对不对？1年之后恢复正常了，啊，所买的东西都是便宜的蛋炒饭的价钱，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带出一个问题，不用担心市场的波动啊什么，只要自己有富裕的钱，不要借钱去买东西，这个是最正确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次继续再说。